老哥，老哥，快来大活了！哎，赵全，一惊一乍的，干咱这行反击，你不知道。啊，我小点声，小点声。这谁家的？我在路上碰见一个有钱的主。有钱的主啊？头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他是干啥的？死了几个时辰了？哎，我都说了不知道，就说让咱们给安个假头，要用最好的材料，要的还挺急的，明天就要。你说你啥都不知道，你就揽这活呀？咱们修个胳膊修个腿的还行，头咋办？咋办？拖回去，这我不接，这我不接。别，老哥，你干咱们这行的管那么多干嘛呀？给钱就行呗。你想想，你儿子的婚事，你姑娘的嫁妆，这不都得需要钱吗？我头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用猪皮安个假头就行呗。太不吉利，不接，拖回去，拖回去。这就是你有钱的主，这是你那份。钱头发，有了它，你的事不都解决了吗？是的。老哥，挣了这么多钱，我先去趟温柔乡啊。行。快去快回。知道了。快去快回。啊，知道了。下酒叫啥酒？不吉利，不吉利。叫你叫啥叫？叫！我让你叫！别吓唬我，张全，你把师弟藏哪儿去了？说岁数大了，开不起这种玩笑。
怎么了这是？看这样，这李大爷病了多久了？好像3、4天了吧？3、4天。前2天呢，他老讲什么无头尸体那个事儿。哎呀，快行，别说了。到北门口请上书记听我命来，请上书记听我命来。一直到北门口请上书记听我命来，一直到北门口请上书记听我命来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，爹！把他给我绑起来！爹，你稍微忍着点啊！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好啊！咱马上就能好起来啊！你这给喂的什么东西啊？沈墨说让喂就喂，这是他救爹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要管。爹，咱们全都喝下去吧，爹，喝下去咱就好了啊！走开！忍着点啊，爹。又成功了，身上马上就要被杀死了！听我命来！听我命来！听我命来！一直到北门外，天亮都是听我命来！听我命来！听我命来！爹！老哥，爹！老哥，为什么？就别看了啊！别挤了！往后退！后退！说你呢，别挤了！来，让一下，来，哎，让一下！小周、小王，这赵队长，稍等。刘勇，头，这是新上任的赵仁赵队长，头，救援刘勇，先看看吧。全都带回去化验。好。
李大胆什么时候开始不正常的？几天前，我爸回家之后，突然就开始疯疯癫癫、胡言乱语了。我们也都请了几个郎中看过了，他们只说受了点惊吓而已。不，他肯定是招惹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那你们怎么找的沈波？不是我们找的，那是他来找的我们。有一天，他来我们家敲门，我去给他开门，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就把我们家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说出来了。我就说那神婆是骗子，你非不信？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怪我了是吧？警官，求求你一定要替他讨回公道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好不好？求求你！查什么查呀？天天查的，我不是都跟你们说过了吗？我怎么还让我来呀？要我说多少遍？这么多废话呀！头儿，这就是张全。你怎么认识那神婆的？我不认识他，我在路上碰见他的。那个女尸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我上哪知道去啊？那头呢？头来的时候就这样，还说让我们给安个假头呢。那晚，李大胆在帮尸体补头的时候，你明明就已经不在那儿了。你是怎么看到女尸索命的？李大哥说的。李大哥自从上身之后，他就一直说看见鬼了，看见鬼了。我全听他说的。尸体是你带过去的，李大胆现在就撞邪了。你在那编什么鬼神故事？你是有何居心？我能有什么居心呀？这井还是我报的，我不可能杀他呀！我说完了，我赶紧走啊！哎，你们知道神婆住哪儿吗？不知道啊。你是说那个神婆啊？这个女人一天到晚的神出鬼没的，她这个脑袋啊，好像有问题。哎，对对对，好像住在那个丰都镇的一个幕府里。那个丰都镇呢，已经好几年没有人居住了，人们都叫它鬼镇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哎呀，那你还说呢？谁敢去那个地方？他像那个精神病似的，所以只有他敢住在那儿。正常人没有去的。就是。去丰都镇。好，往左边走。哎，头，这怎么这么撇呀？头，这就是幕府。到了。走，进去。地方也太破了。这是不是你给李大胆做的仪式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放下！出去！放下！出去！我抓了！抓了！快放下！快！顾老实点！快放开我！让我把仪式做完，不然先生，他会杀了我们的，会杀了我们的！在这儿你还不老实？放开他！你们抓他干什么？会杀了我们的！打我！你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手，快点！放手！顾老实点，带回去。放开！是。走，走，放开我！走，老实点。小姐，快走！做完。
无头女尸我已经运回警局，但是在她附近找不到她的头颅。还有那个符咒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逢尸、邪煞。那一晚是你将那无头女尸送去给李大胆的。你想借用李大胆的手逢尸辟邪？只要他将尸体封上，仪式就能完成了。没想到他那么不中用，竟成了邪煞的祭品。你给李大胆下了什么毒？那名女尸是谁？那个女尸就是邪煞，是邪煞杀死了李大胆，封尸灭煞。只要他将尸体封上，仪式就可以完成了。我想去帮他，可是都晚了。我有能杀死邪煞的办法了，你快放我走，不然大家都得死，大家都得死，都得死！头儿，尸体查验后，李大胆是因为头骨破裂而死，而且他体内确实有不明的黑色毒素。你给李大胆喂的黑狗血里有毒，那名女尸是谁？你把她的头藏哪儿了？他就在这儿，他就在这儿。不是你个疯婆子，胡说什么呢？别再给我装神弄鬼了！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来不及了，快放了我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快放我走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不管你承认与否，李大胆和无头女尸的死是和你逃不了干系了。带去！不是我，害死李大胆的是邪煞！来不及了，我们大家都会死，我们大家都会死，来不及了，都会死！我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放了我们大小姐吧，她真是太可怜了。你们家小姐？我之前是幕府家的管家，我们大小姐只是迷信而已，你们干嘛把她抓起来啊？那她现在怎么弄成这样啊？我在幕府干了20多年的下人，老爷和太太对我非常好，大小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。后来老爷太太去世了，我就回家种田了。等我再次回到丰都镇的时候，幕府已经物是人非了，小姐也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看着小姐可怜，所以我隔三差五的，我就给她送口饭吃。刘三儿，你认不认识李大胆？李大胆？李大胆是谁啊？我不认识啊。头儿，啥也不知道啊。这个案子没搞清楚之前，他脱不了干系。先关几天，再上场。带下去吧。我知道的我都说了。走吧。我。回来啦？小梦画的，爸爸妈妈。看爸爸对你最好。哎呀，累吗？还可以啊。自从搬回来之后，就一直忙着在查案，没时间帮你，辛苦你了。我这么能干，用得着你帮忙吗？有事儿啊？也没什么。昨天抓了一个杀人犯，是个假神婆，住在丰都镇，净胡说八道，说什么邪煞杀人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丰都，我听说那是个鬼镇，好多年都没人住了。你听说啊？你听谁说？就是听说了嘛。这个案子你小心点啊！哪有那么多鬼神呢？啊，对了，我找了一个新的医生，说可以治小梦的病，咱
咱们先去看看了。你呢，就踏踏实实办你的案子，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担心。改天我带小萌去看这个新的医生。辛苦你了。哎呀，有你真好啊！小萌，该爸爸了。死者为女性，年龄大约30，致命伤在脖颈，被人一刀割了头。死了多久？从尸体呈现出来的状况看，应该是这几天。可奇怪的是，正常的人死亡之后，会在几天内出现尸斑。你看他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回头你查一下这无头女士的身份，看看近来有没有一些失踪的案子。好。这尸体还有其他线索啊？有。发现了这些黑色颗粒，我查了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植物的果实，俗称神仙草。它的毒素能使人的大脑产生刺激。我在李大胆的尸体中也检验出了此类毒素。所以李大胆之前说看到无头女士索命，很可能是神仙草使他产生了幻觉。这黑狗血的毒素是否和神仙草有关联呢？经过检验对比，黑狗血里毒素确实含有神仙草，却和神仙草有很大的不同。哎，我推测，神仙草和血液融合之后产生了变质，变质后呢，便有了防腐的作用。这也能说明那具女尸为何不会腐败的原因了。我们已经查验出结果了，无头女尸和李大胆尸体里面都有这种神仙草的毒，这个毒素会让人产生幻觉。李大胆就是因为他死的，你认不认？如今证据确凿，从实招供。一点就能完成。说，马上就要完成了。那名女尸到底是？是的。你为什么要害她？我说过了，那个女尸就是邪杀，李大胆也是邪杀杀的。你们看，她的尸体一点都没有腐烂，你们根本不知道邪杀的力量有多强大。吴楚楚杀的意识，差一点就完成了。那女尸的尸体之所以没有腐烂，那是因为那女尸里有神仙草的毒素，并不是你每天一直在讲的邪煞所为。都死了3年了，我苦苦寻找了3年，才找到封印邪煞的办法。所以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，让我把仪式做完，不然我会死的！胡说八道！我会死的。头儿，你不用跟他讲那么多废话了，直接就画押吧。我会死的，我会死的。满嘴怪力乱神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承认吧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放手！放手！你放手！放手！你放手！放手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，赵队？没事吧，赵队？你怎么样？不管了，给我，我非打死不肯我！大胡子，别理他！这么严重啊？大胡子，走！没事吧？走了，这是怎么走啊？走，我回来收拾。别走，别走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我不想死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头儿，今天我长见识了，哪有什么鬼神呢？就是那神婆在搞鬼，还有那张全，编鬼故事吓人呢。头儿，来，我敬你一杯，我干了你随意啊。来，头儿。那女士放警局也怪瘆人的，要不咱把她火化了吧？
这案子没水落石出之前，谁都不能动那女士啊。赶紧！这不行啊，他啥呀？你俩早一点啊！又喝，我们必须得安排。 这没啥好怕的，是吧？我之前还怕。我回去。那走。走。
哎呦呵，豆儿，明天见。走，还有点软。喝酒了？哎，怎么喝这么多啊？跟大胡子他们喝了一点。受伤了？你坐下，我给你换个衫。没事，下去。哎，你听话。明天弄的。小梦呢？小梦。他睡了。我要跟他玩，我玩了我再去睡觉。你别去闹他了。那我不去，我去睡觉，别管我。你慢点儿，注意点你的手。知道了。起来了。怎么把镜子遮起来了？嗯。哎，哎，我想问你个事儿，你最近，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奇怪的东西？没有，怎么了？
没事儿，吃饭吧。没事的，爸爸昨天只是喝了一点点啊。爸爸知道这个的危害，爸爸一定会喝啊。小梦最乖了，快点吃啊！哦，对了，等下吃完饭我帮你把药换。哎呀，指不定因为什么呢，啊，你们都不用害怕。头来了。老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给我放出去吧，真是太吓人，要吓死我了都。昨天晚上看见什么了？你说。我说，昨天晚上我就在这坐着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发现对面那个抽屉，他不知道在写什么东西。你们每天都有值班的，就是昨天晚上为什么就没有啊？没问题。头儿，神婆尸检报告出来了，浑身上下骨头都断了。事已至此，要不以畏罪自杀结案得了，以免到时候人多嘴杂说不清楚啊。哎，头儿，你是说句话呀？哎，头儿，这找您的吧？是的，是的。谢谢。小梦怎么来找爸爸了？妈妈呢？哦，这是你女儿啊？对对对。啊，真乖。给爸爸送饭呢。好香啊！要不要跟爸爸一起吃？啊，走，我们进里面吃饭喽。啊，爸爸等下尝一尝啊。这明明就有很多疑点，哪有啊？哎，小梦来了。哎，哦，吃饭啊！来，坐这吃。我有话说。来，小梦啊，好，虽然你刚来我们警局没几天，但是我认为您的能力还有人品，绝对是这个。头儿，你看啊，我觉得神婆的死绝对不是那么简单，是吧？我觉得不能这么快结案呢，是不是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结案啊？啊？哦，小周，我拿筷子。好嘞。小梦啊，这里可不能乱跑，知道吗？谢谢，找你爸爸去啊。你怎么能把它弄丢了呢？为什么不看好它呀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在忙吗？刚刚在跟大胡子开会啊。下次你去哪儿，你得跟你爸妈说一下。是的，小孩子。哎，大胡子，你们找找，他还小跑远。去那边看看。谢谢啊。哎，不用了。这儿呢。哎呀，你怎么到处乱跑呢？你看妈妈都生气了。咱俩是不是说好了，等我收拾完厨房，我们一起来给爸爸做饭？哎，你一个小孩在警察局怎么能乱跑呢？这很危险呀！妈妈生气了，跟妈妈说对不起，下次别乱跑了。吓到我了。嫂子消消气，小孩子嘛，淘气点很正常。以后啊，可不能乱跑了啊！来，有没有谢谢叔叔啊？谢谢。没事，你跟他回去吧。好，走吧，回家了。乖啊，小梦。谢谢啊。拜拜，嫂子。慢走啊，嫂子。回去找你啊。辛苦你啊。坐。赵队，和你猜想的一样，他的体内有大量的神仙草颗粒。这几天啊，我还发现神仙草颗粒在人体内可以寄生，源源不断的繁殖。怀疑，你可否听过邪煞？啊，我知道，煞在古籍中有记载。其实啊，
就是俗称的尸气。古代人呢不懂，人死之后，尸体腐烂会产生病毒，他们把尸气理解为煞。其实煞就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迷信的说辞啊。如果李大胆还有神婆，他们的死是因为致幻导致自残，那么神仙草的毒素剂量、浓度就会非常的高。恐怕需要找到神仙草的种子，从根本去了解它的原始结构，我才可能研制出解毒之法。小梦，你帮妈把围裙拿来吧。啊，小梦，小梦，小梦。这孩子今天怎么回事？桃，那个女士的身份我已经找到了，她生前就是在丰都镇一个叫春秋戏班子里面，她是青衣。可是这个戏班子3年前它就解散了呀。你说现在让我们去找她和她相关的人员，难。再接着找。是。洗马干嘛？明天早上再洗啊！不行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阿柔。不行，阿柔，阿柔。小梦，在干什么？小梦，小梦，小梦，你到底怎么了，小梦？爸爸看，爸爸看。啊！感染了。小梦，快送医院，送医院！别愣着了，送医院呀！小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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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妈妈，妈妈，小梦，小梦，救救他呀！镇定剂，快点，镇定剂！小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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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爸爸。我是爸爸，小梦，我是爸爸，我是爸爸，小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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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母，我是妈妈，我是妈妈，小梦。医生，小梦到底怎么了呀？我们在他的体内查到不知名毒素，是这种毒素让他的精神极度亢奋，并且产生严重的暴力倾向。但最棘手的不是这个，是他的身体已经处于严重体力透支状态。按照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是无法维持长期亢奋状态的。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，只能暂时维持住他的生命。或许找到毒素的源头，你们的女儿还有一线生机。这事都怪我。昨天他送金安菊回去的时候，就奇奇怪怪，他就自己呆坐在那里。我以为他就是累了，我就没管。阿荣，我怀疑小曼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我不小心把神仙草带回了家，让她感染了神仙草的毒素。为什么不能小心一点呢？我没有想到。神仙草到底是什么？小梦，小梦，你没事吧？小梦，小梦，你没事吧？跟爸爸玩红绳是吧？这个小梦教过爸爸，爸爸知道。赵
小人，你过得瞎吗？阿荣，阿荣，阿荣。你怎么坏成这样？这是哪儿啊？这里是医院。我怎么会在医院里？你跟我是来照顾小梦的。阿柔，我要回家。阿柔，阿柔，你还不能回家，你得照顾小梦。我要找神仙草的解药的。阿柔。我要回家。什么叫神仙草啊？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还让我怎么说？我不知道。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告诉我，神仙草到底在哪儿？它的生长地方究竟在哪儿？种子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！我说是吗？别说了！好，冷静，好，冷静，小心点，走开！你冷静，你老老实实说，不要再隐瞒了。我们刚才一直在审他穆家大小姐的事儿，我觉得也许这是个突破口，让他交代清楚。说，我说，那个神仙草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大小姐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，那是有原因的。我们大小姐从小被穆老爷娇生惯养，她想要什么必须得拿到。不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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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来她长大了，看上一个男的，人家是有妇之夫，哪曾能在一块儿呢？是因为后来这男的的妻子莫名其妙被人给杀了，这男的呢就入赘到了穆府，后来改名了叫穆元。老爷死后，这个穆元掌管了大权，对我们小姐非打即骂。后来小姐也变得神神叨叨的，经常说穆府有些不干净的东西，说要做法去除邪祟。有一次做法的时候，不小心烧着了穆府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救我！
大小姐，我们小姐大难不死逃了出来，可是穆远从此就消失了。我知道的都说了。刘三儿，穆远的前妻叫什么？好像是个戏子，唱了一手好戏，是我们镇上有名的青衣，哦，对了，叫青儿。穆远和这个青儿从小青梅竹马，两人感情特别好。3年前的元宵节，他们演出完了以后，这个青儿就在暗岗里被人给杀了。我们大小姐后来变得迷信，跟这个青儿也有关系。她老是说青儿要索她的命，要索她的命。当时这个案子闹得可大了，镇上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好多人都知道。头儿，无头女尸就是青儿，那穆方就是在青儿死了之后跟穆远在一起的。是。这样看来，有可能是穆方派人杀死了青儿。青儿死后，这穆方身心饱受摧残。老师觉得，只要看到了青儿，就是邪杀了跟他索命。哎，我听说，警察已经抓住那个杀人犯了，这案子都已经结了呀。这案子结了吗？结了。3年前我跟刘勇在丰都镇当过差。头儿，这个是档案室。当年2个警局合并了之后，好多案子都弄到新警局去了。头儿，咱要不再去新局找找？走。头儿，找到了，3年前的档案。这太好了。结案人刘勇，这不你办的案子吗？啊，我办的？胡同，怎么记不太清啊？你想一下，当时你办案的时候，有没有神仙草之类的？上面有没有记载？我记得当时他就是一起凶杀案，没有关于什么神仙草的什么东西。你是用什么证据证明就是他杀青儿的？我记得当时那个凶手疯疯癫癫的，而且据邻居说，他经常徘徊在青儿家门口。哦，最关键的是那个作案凶器还在他家找着了，那人证物证俱在，板上钉钉的事那还能跑得了吗？头儿，那神仙草的线索又断了。韩荣，韩荣，韩荣，家里怎么乱成这样？韩荣，韩荣，阿荣，你这衣服从哪儿弄来的？你穿它干嘛呢，阿荣？我跟你说话呢，阿荣。阿荣，我问你，你认识一个叫青儿的吗？阿荣，阿荣，阿荣，阿荣。
阿荣，阿荣，你在找什么？你今天怎么神神秘秘、怪怪的？阿荣。 你不是阿荣，你不是阿荣，你不是阿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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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杀人的阿荣，阿荣。阿荣，阿荣，难道我也追下回去了？阿荣，青儿那张照片跟阿荣嫂子长得很像。你也见过阿荣嫂子。你说两个人怎么能长得这么像？简直一模一样。案子你办的，你还忘了？还有那把凶器，那把刀，对，那把刀有点眼熟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其实我当时发现一个秘密。啊？啥呀？你说呀。你怎么话这么多呀？啊？
就是这么的话啊。好了好了，别看了别看了，谁是警察？退后，别往前挤了。哎，你说你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就……哎。那女尸放到井里，怪瘆人的，咱要不把她火化了吧？头儿，要不畏罪自杀结了得了，以免到时候人多嘴杂说不清楚啊。结案刘勇，这不你办的案子吗？糊涂了，怎么记不清啊？如果猜测没错的话，当年木方雇的杀手就是刘勇。之后，木方因为大火失去了容色，刘勇没认出来。大胡子刚好以前跟他一起当过差，现在可能想起了什么，所以被他杀人灭口。这个确定是刘勇吗？他这人平时挺好的呀。我连警察都有这事。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凶器留在现场呢？不管了，先找刘勇再说。走，哎，走走。刘勇，刘勇，开门！走，走，走。头儿，你看，这是神仙草的种子吗？就是这个。这是刘勇做法的仪式是吧？这不是乱葬岗吗？看来他是想用种神仙草毒的女人效法妻儿割下头，完成他的封杀仪式。中过毒的女人，那不是嫂子吗？你们接着走，我先走。是。阿忠，阿忠。阿荣，阿荣，阿荣，我们回家去。向北头踏寻港，血水磨射溯源去，血为十八方。去。
落下，溯源去。刘勇，你是故意把我引来这里的吧？害了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还要害小梦呢？你知道为什么神婆会做法失败吗？因为她不知道，杀死邪煞需要献祭她最亲近的人。根本没有什么邪煞，是你亏心事做多了吧？我知道，当年就是你杀死穆元的妻子青儿，也就是说，无头女士是青儿。神婆、木方、大胡子都因为知道你是凶手，你杀人灭口，根本没有什么你所说的邪煞。信不信随你便了。如果你们不死的话，我也活不成。时辰到了，该你献祭了。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这个满嘴迷信的疯子！你看过照片了吗？阿柔，阿柔，
我敢走。不是阿荣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当初为什么要背叛？这都是你的错！周人，你的梦做够了没有？小梦，小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小梦，你会说话了。你就是穆远，青儿就是阿荣。我的失语症为什么怎么也治不好？因为自从我妈死后，我再也没有跟你说过话。爸爸，你看我画的，这是你，这是妈妈，这是我。怎么了？今天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吗？这次升职又没我的份儿。像我们这种人，永远是干的最多，拿的最少的。那群人净他妈瞎吃亏。好了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。爸，你别不开心，来笑一个。怎么会不重要？我不想再扫地了。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？青儿，你说清楚。你贪图幕府的权贵，背着我妈和穆芳暧昧不清。走开！穆芳雇了刘勇，害死我妈。我妈的人头被人残忍割下，你却转头和穆芳成了亲。你没办法释怀庆荣的死，将他想象成邪煞。在你的想象世界里，扮演一个正义的警察，一个勇敢忠贞的好丈夫，一个爱女儿的好爸爸。其实你一直都知道，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，只是你不愿意面对。你拼尽全力想要得到的真相，就是你一直以来逃避的现实。穆远，你醒醒吧！穆远，醒醒吧！你醒了。医生说你无药可治，我还怕你醒不过来了。小梦，这么多年，你总算和我说话了。这10年，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？
是你指使木坊派人杀死我妈的吧？当年我是被权色冲昏了头脑，一心想要救富贵攀高枝，一直没有找到借口和你妈离婚。木坊说他有办法能做到，我听了鬼迷心窍的同意了，可我没想到他竟然派刘勇去把青儿给杀了。小梦，这么多年，我在悔恨中度日如年啊！悔恨？你在生死弥留的梦境里喃喃自语的救的，可现实呢？现实呢？你踩着我妈的尸体，换来了荣华富贵，到头来连杀害她的凶手都找不到。以你的势力，你不是找不到他，你是不想找。你怕连累穆家，更怕连累你自己吧？不，我不是这样的，小梦，我一直在寻找刘勇，只是后来我生病了，这是对我的报应啊！小梦，你别走，能不能再叫一声爸爸？刘勇我已经找到了，他已经伏法认罪了。